大家好，赵丽颖新剧上线，除了实打实的收视数据让人目不暇接、喜报连连之外，一星的差评居然也同步联动，复刻了以往的盛况。这次这些黑粉的用心，Shin Wan我倒是觉得很有看点，相当有趣。这不明晃晃是 Shin Wan我早就预期研判的2个字传奇铁口吗？这2个字一直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急需并且强调的。这次黑粉异口同声的叫嚣赵丽颖的演技不过如此，偏偏就是这2字，这是想打脸社会主义，还是想打脸赵丽颖呢？这等怪异实在有趣，所以为黑而黑，绝对是个技术活。因为黑过头就是红了，骂过头就是赞了。有趣的是，王一博的学历虽然也是被黑的主题，然而王一博一夜成名后，大家才发现一夜等于10年，10年等于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Shin Wan我睁开眼就看到漫山遍野的喜报都是赵丽颖的。由李光洁、赵丽颖、欧豪领衔主演的都市商战新剧《风吹半夏》首播大吉大利。该剧根据阿奈的小说《不得往生》改编，讲述的是上世纪90年代由赵丽颖扮演的女主角许半夏白手起家，凭借其独到的眼光和果敢的个性，在钢铁行业披荆斩棘，闯出一片天地，最终收获成功的故事。上线当晚，猫眼热播热度达9000，拿下猫眼热度日榜第3，在独播平台爱奇艺站内热度3小时破6500。各位主演在直播玩大富翁游戏的时候，赵丽颖陷入赚钱无法自拔，谁看了不说一句这就是许半夏本人吧？最终赵丽颖靠着一旦有机会就立马买入这满满的事业心，成为了游戏的终极赢家。当然剧里的赵丽颖搞起事业来也是认真的，凭借其甜美笑容与机智头脑，在酒桌上快速反应，巧妙地应对着各位老板，为自己争取利益最大化的许老大谁能不爱？更让大家喜爱的当属钢三角的友谊。3人拿挣到的第一笔钱给童潇琪妈妈看病，许半夏为创业借钱却屡屡碰壁，陈宇宙寻找堆场也没有结果，童潇琪组建车队努力筹钱，3人互帮互助共同创业的感情令网友动容，纷纷称自己为钢蹦儿。该剧同日喜获人民文娱点赞发文，称其主角们都不是光鲜亮丽的天之骄子，也不是加持主角光环的胜利者常客，他们大多出身草根，历经磨难，但就是这样一群白手起家的闯者，硬是凭借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对事业和未来的极致追求，最终跑赢了时代大潮，守住了心中最为炙热的理想。虽在此间有过挣扎，有过怯弱，但更有无畏之心。这种党媒官媒的加持，虽然正能量满满，却也直接点题了该剧弘扬开来的2个字，这2个字却偏偏成为了黑粉口中口诛笔伐赵丽颖的无知用词，相当的辣眼睛。那么为什么Shin Wan我会这么说呢？风吹半夏凭借其紧凑的剧情、精致的画面，一开播就让观众直呼不够看加更。同名主题曲的故事感配以毛不易的温柔声线，更是让全网都在风吹半夏。这次由赵丽颖、欧豪主演的电视剧《风吹半夏》成功上星播出，收视率直接冲着卫视年冠就去了，再次验证了赵丽颖的个人号召力。提前更新的线上平台热度也很不错，突破8000，成功进入榜单前3，飙升度更是突破500%，整体走势喜人。看来只要后续剧情撑住，风吹半夏不说大爆，至少也能赚个热播。当然，还有最重要的剧集口碑，从首播反馈看还算过关，至少没有差评一边倒，整体有褒有贬。更重要的是，不管是否认可赵丽颖的演技，都必须要承认，风吹半夏一看就不是披着偶像剧外皮的假正剧。赵丽颖全程面对真实镜头，没有澡堂子滤镜，没有美颜柔光，剧中造型更是贴合人设，彻底放开了戏路。不得不说，近些年赵丽颖在剧集选择上越来越聪明了。说我土气，说我脸垮，说我发腮是吧？那没问题，那就接个收废品出身的土大款角色吧，也是很好笑了。目前所有嘲讽赵丽颖状态差的评价，换个角度就是在夸她敬业，谁让人家角色设定就是个油滑喜庆的胖子呢？立于不败之地了，这是。说到这，应该想起来Shin Wan我时常提醒和铁口的2个字了吧？当然，有关赵丽颖台词和眼神的质疑还是有不少的，但还是那句话，只要剧情撑住，这些真的都只是小瑕疵。
毕竟普通观众看剧基本不会一帧一帧截图研究演员演技，只能说大部分观众还是很宽容的。有些剧被骂翻，本质是连最基础的及格线都没达到。有，譬如杨幂前不久完结的新剧《谢谢你医生》，同为8五花，杨幂和赵丽颖新剧在同一档期先后播出。虽说一部是年代剧，一部是现代剧，但都难得脱离了偶像剧范畴，网友难免会拿出来比一比。也是没想到杨幂上来就输了。同一个播出平台热度比拼，杨幂、白宇主演的《谢谢你医生》最高点也不过7305。风吹半夏1天时间就成功反超了。随着剧集更新热度还越来越高，已经完结的《谢谢你医生》肯定是没机会扳回一局了。至于反超原因，《谢谢你医生》评论区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杨幂不像医生，剧集本身也不够专业，又是一部悬浮的所谓正剧。其中第一点尤为关键，也是杨幂尴尬处境的根源：演医生不像医生，演律师不像律师。出道这么多年，演了不少经典角色了，到了30多岁落得个女版张翰的评价，这是可比剧集热度被赵丽颖反超严重多了。就算不跟赵丽颖比较，杨幂对比曾经的自己都是退步的。爱的28定律和徐凯毫无 CP 感，谢谢你医生里的英文台词都得配音。之前还有网友大胆预言，风吹半夏后续热度必然会超过杨幂另一部新剧《爱的28定律》，这个预言正在得以实现。全网统计平台某眼实时榜单上，风吹半夏已经上升到了第1名，成功登顶。爱的28定律已经落到了第3。更重要的是，大家都很看好风吹半夏，至于爱的28定律，已经默默被抬走了。其实说白了，大家也是期待能看到更多作品之间的良性竞争，造型、状态都只是一时的，没有人能永远20岁。但作为演员，不管什么年龄段都能有所输出。眼见着8五花们一个个奔四了，也是希望他们能把战场放到作品上。向来主见不多、花俏居多的赵丽颖工作室顺势发布一组赵丽颖参加风吹半夏演员直播活动的新造型照。赵丽颖梳着大波浪头发，穿着红色长袖紧身1字领针织连衣裙，一双美腿抢眼，黑色大波浪卷发造型再加上红唇，港风韵味十足。一同出镜的还有一只猛犬与小狗玩耍的颖宝，眉眼间流露着温柔。裙子采用修身设计，凸显赵丽颖 S 型完美身材。此款红色裙子针织造型保暖又时尚，可以搭配打底裤穿，红色裙子配上鲜红口红，完美展示赵丽颖的女性魅力。1字方领设计可以展现性感锁骨。35岁的赵丽颖如同绽放的红玫瑰，光彩照人，娇艳欲滴。这种时装小心机，星万我要给合格分。当然了，戏里戏外都是大 boss 的 S 赵丽颖，鬼聪明也是一路在线的。在娱乐圈跟党走、跟政治走是必须的。例如这次赵丽颖的新造型，也是走的谨慎路线、回归路线，不这样就无法走在黑粉的前面，让黑粉的智商跟不上。这次黑粉再次露出了悲催的无知，一路重情重义、不离不弃乐华的王一博，最近被黑粉追着跑，干妈杜华暂时也没有在公开场合体现出一份该有的小聪明。或许也正是这种政治风暴的风向诡异性，一个不好拿捏，就会被黑粉跑到前面了。王一博这2年也是有点小辈，一到年底诸事发生。当然了，这跟他的实力没有关系，只跟他的流量息息相关。1997年8月5日出生的王一博与舞蹈是源于在电视上看到一档街舞节目。他求着妈妈说想去学舞蹈，在姥姥的支持下去学习了舞蹈，并在13岁的时候参加了全国舞蹈比赛，并且夺得了全国16强的名次。于是在这时，王一博被公司老板杜华发现，签约送往韩国进行培训出道。在培训的过程当中，小年纪的一博在日复一日的练舞当中，由于劳累得了心肌炎，医生建议他不要进行大量的运动，需要休息。
但是一博在一天打8个小时的吊针的过程当中，回去之后仍然在坚持练舞，闹凌晨1、2点钟休息，再继续打针，继续重复这一过程。终于，那个时候17岁的他以为个娱乐 A 班唯一一个中国人成绩出道，作为 Unique 的第一个定下的出道人选，成功出道。由于那几年没有很大的名气，以至于都不知道他在街舞上其实有很大的天赋和能力。然而在《陈情令》走红以后，人们逐渐意识王一博是那个在创造101中单当舞蹈导师的人，认为他有一定的舞蹈能力。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这就是街舞第3季向王一博发出了邀请。出于对街舞的热爱，王一博欣然地参加了这个节目。然而，在第1期的开场秀当中，王一博的舞蹈获得了最后1名。这个不服输的小狮子，他没有想到被节目组当成了祭天的用品，因为那时候的他流量有，但是又没有那么多的人去认可他的舞蹈实力。他在过后的比赛中，一步又一步地赢得了各界舞蹈大神的认可，包括步步、杨凯等一系列的街舞大佬，还有他在外对于街舞的一切的吸引力和宣传力。在王一博有一次的 battle 之中，他跳了一场舞蹈，他的那个舞蹈，其中有一部分最令人震撼的就是他的那个膝盖直直地坠落在这个舞台，引起了所有人的惊讶。还有另一场 battle， 他一开始的一抬脚踹进了所有人的心里。有很多的人、路人、粉丝，甚至于圈内的明星们都在说他那一脚真的是帅到了爆。说到这，新万我只想说，相关这个膝盖碎大石的短视频，值得您心痛一把。有时候代价不是外人能够体会的，平时的单膝跪都会让人感觉生疼，这种全身重量的单膝砸太猛了，新万我真的隔着屏幕都感觉膝盖生疼。可想而知，这个酷炸天的王一博在舞台上如此，舞台下面更是砸了不止多少回自己的膝盖，为了达到最佳效果了。在接下来的街舞进行过程当中，王一博用着他出色的领导力和决策力，被称之为是可以打仗的将军。最后，总决赛的直播赛场当中，内定冠军小潮和杨凯在不断的掰头之后，让现场节目组临时更改了规则，最后的冠军属于王一博战队的杨凯，是一位地板舞者，能听得懂音乐会卡点儿的地板舞者杨凯。从此，王一博在街舞圈内一战成名。有时候，点点滴滴串起的不只是记忆那么简单，更多的是幕后的思考和感慨。比方说，《风吹半夏》里面赵丽颖各种大打出手的名场面，更是值得大家心疼一把赵丽颖的小手。为什么新万我会这么说呢？因为您在本频道短视频中看到赵丽颖爽脆的爆炒场面，实际上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跟王炸弟弟的膝盖一模一样，台面上好看，台面下好累。风吹半夏一经开播，实时关注度就迅速飙升到了第1的位置，不论是故事情节、画面质感还是演员演技都备受好评。11月28日，赵丽颖与欧豪间的一段对手戏在网上引发不小讨论。剧中由欧豪饰演的童潇琪为了帮助许半夏，赵丽颖是解决租场地的事，带着车队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而许半夏在得知后被气得火冒三丈，回到童潇琪住的地方后，上来就是一顿耳光。从播出的画面来看，赵丽颖这段扇耳光的戏份为真实拍摄，她没有借位，而欧豪也没有找替身，两个人演技拿捏的都很到位，代入感超强。再看欧豪被扇耳光后的特写照，脸上被扇的都留下了手掌印，十分通红，隔着屏幕都觉得疼。伴随话题不断被关注，许半夏赵丽颖亲自发文做了解释。赵丽颖晒出左右手对比照，并透露称，但是在拍这场戏时扇了可不止10下，并且还调侃自己有降童18掌。说到这，新万我值得一提的是，在短视频区，这支降童18掌的强对比，值得您观摩一下。传说中的包子脸配上包子手，那叫绝配。什么叫敬业？所有的文字都是苍白的，包子手解释了一切。被扇的欧豪惹人心疼，扇人的赵丽颖同样也惹人心疼。对比赵丽颖晒出的双手照，其右手直接打人打到手肿，不得不说，两位演员都好敬业啊。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赵丽颖的这波回应完全是在力挺欧豪，
颖宝真的是太暖了。在赵丽颖发文回应之后，其工作室也进行了转发，力挺赵丽颖写道：“为了办下钢铁，本特助觉得许老板管理员工是要使劲些。一段精彩的对手戏离不开双方演员共同努力。现在看来，赵丽颖和欧豪两个人就是这双技艺满满的包子手。欢迎您在短视频中另外欣赏，实在有对比就有同情。”在风吹半夏开播之前，还有不少网友担心看起来瘦小的赵丽颖撑不起女老大的角色，但从赵丽颖在这部剧中的表现来看，她所饰演的许半夏和角色形象可以说是十分贴合，演技也很带感。据悉，为了这个角色，颖宝还增肥了，变胖了一些的颖宝更加明艳漂亮，气场也变强大起来。对于为角色增肥的赵丽颖，不少网友夸赞她敬业。对此，赵丽颖本人也做了回应，她直言没有特意增肥，演着演着就胖了，角色使然，三观超正。很多人都知道赵丽颖并非表演科班出身，不过出道16岁的她已经为我们带来不少精彩作品，从《陆贞传奇》《杉杉来了》到《楚乔传》《知否》，再到《幸福到万家》，以及现在正在播出的《风吹半夏》。认真演绎一个又一个角色的她，每一部戏都有成长，真可以说是演什么像什么，被赞巨抛脸。对自己有着清醒认知的赵丽颖，可以说是同期女演员中转型比较成功的一位演员了。凭借自己的努力塑造好角色的她，赢得了好口碑。未来可期的演员赵丽颖，少不了还会给观众带来更多新惊喜和新突破。有时候突破就是一种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不服气。比方王炸弟弟王一博，他的不服输，无论肉眼还是非肉眼都能看得见。因为在娱乐圈说起学历，讨论最厉害的莫过于王一博。有人说他小学没毕业，实在是当不起偶像；粉丝则说他虽没有上大学，但是他也在韩国读完了高中。总之众说纷纭，但是这种事咱们也不是很清楚。毕竟咱也是教育局查档案的，相对来说，粉丝说的可信度更高一些吧。毕竟人家考古过。当然会有人说娱乐圈低学历的多了去了，为什么单单抓着他不放？我想说，他是顶流，不是很正常的吗？每当有人诟病他学历的时候，总有粉丝会去和别人争辩，进而引发一场骂战。这些新闻我都聊过108遍了。今天新闻我想说的是，在娱乐圈，学历当真很重要吗？重要到要拿学历去否认这个人的所有吗？当然不，看问题了不能太片面，咱得客观，站在不同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首先，咱们站在粉丝角度来聊，虽然王一博不是上戏、中戏毕业的，但架不住人家业务能力强啊，长得帅啊，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不得不承认，大部分追星族都是从颜值开始的，喜欢一个人总不是无缘无故的。粉丝喜欢王一博，是觉得他这个人不但长得好，跳舞好，大摩托骑得溜，而且很努力，爱好广泛，喜欢的东西就会去把它做到极致。他曾在采访中说过，我21岁喜欢的事情，到了81岁照样喜欢。在粉丝眼中，他已经这么优秀了，何必再拘泥于学历这么一个短处呢？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站在路人的角度，他们不涉猎娱乐圈，不了解真相，很客观。看到他跳舞跳得好，会赞美；听到别人议论他学历不高，也许会有人嫌弃，也许会有人惋惜。但是这个事过了就过了，不会去在意。接下来我们站在黑粉角度来说，那可就精彩了。他们就像盯上肉的苍蝇，闻见一点血腥味就飞奔而来，恨不得一口吞下去。当然了，学历这个事情在他们眼中就过不去了。给人起绰号，到处黑，怎么得劲怎么来。他身上的好处一丁点看不到，只看到学历这一点，无限放大，为自己无聊憋屈的生活增加乐趣，可谓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做到了完美。新万，我认为学历这个东西重要是很重要的，但不是说学历决定一切。老话说得好，360行，行行出状元，那不就正好说明了这个问题吗？有些人因为一些特殊原因没有好的学历，你就能否定这个人其他方面吗？不能。
老一辈人，好多人因为经济条件啊，重男轻女啊，各种原因都不能去学校，但不妨碍许多人在其他方面有的建树。比方说一个木匠来，他们家里兄妹多，经济条件一般，所以上完小学就辍学了，早早的养家糊口，干起了木匠。虽然他没有念过多少书，但是他会盖房子，他的木匠活做得好，在方圆几里是出了名的，好多人都找他盖房子。从最开始的土坯房到后来的砖瓦房，各式各样的都会。他没有团队，没有伙伴，从头到尾一个人完成。在人眼里，他甚至比不少大学生都干得好。这个桥段，欢迎您自行参考一位叫做二舅的流量名人。所以在Shin Wan我看来，学历不是评判一个人的唯一标准，娱乐圈也是一样的。王一博他虽然学历不高，但他有主见、勇敢、目标明确。对于自己喜欢的事，真的做到了极致。他小年纪远赴韩国做练习生，真的很勇敢。13岁，多小啊！在同龄人都流着鼻涕泡打弹珠的年纪，人家已经为了自己的梦想孤身一人去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学习舞蹈。难道这种精神不值得我们学习吗？在一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梦想为何物的年纪，他就已经目标明确。为了这个目标，他不得不放弃一些东西，虽然有遗憾，但是也有收获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人生不就是吗？追星不能盲目，追星的意义在于你从他身上学到了难能可贵的东西，并努力把自己变成一个优秀的人，和偶像一起成长。最重要的一点是，Shin Wan我想告诉那些拿学历来诟病偶像明星的人，你有没有想过，偶像的前提是他是个人，先是人，后是偶像。是人就该有血有肉，完美与不足并存。他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离不开他这么多年的努力。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不是说说而已。可以说，王一博的一夜成名，让人很容易联想到他的学历。然而呢，王一博的10年却不容易让人看到背后的付出、质变和飞跃。恰恰这10年，正是亿万人企及不了的。王一博的最好学历，Shin Wan我这独家的感悟，您认同不？同样的，赵丽颖字面上的低学历，同样被她的成长阅历镀上了金边，成为了亿万人无法企及的至高学历。现在，她还在努力着为这层金边镶上钻石。为什么Shin Wan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她的鬼聪明。11月上线了不少很有竞争力的作品，杨幂的《爱的28定律》，白敬亭和田曦薇的《卿卿日常》都是霸屏一般的热作。观众对于冷门档还能竞争激烈的影视剧环境相当欣喜，但是没想到赵丽颖的新剧《风吹半夏》也在这个节骨眼和观众见面了。根据数据显示，电视剧《风吹半夏》上线2集就成功拿下了 1.8 的收视，稳居卫视收视黄金档的第2，拿下了开门红的成绩。关键是这部剧作为一部女性励志的行业剧，在口碑成绩也同样表现出彩。有网友直言，角色还是很立体饱满的。我很喜欢这样很有上进心的主角，更有网友称赞不愧是赵丽颖，的确好看。不过Shin Wan我要中肯地说一句，赵丽颖主演的许半夏一角之所以吸睛，依旧离不开角色本身的设定和她的牺牲。那么为什么Shin Wan我称之为牺牲呢？这次的国产剧大女主完全不矫情，事业型女主冲冲冲，让人眼花缭乱。女性题材的大剧都酷爱给女主一个悲惨的身世，爹不疼，娘不爱，男人背叛，事业被骗。而这些老套的情节在《风吹半夏》里一样出现了，只是赵丽颖饰演的女主许半夏身上没有半点矫情的影子。她做废钢的生意，一回到家里发现渣男带着别的女人赤身躺在自己的床上，她抓狂大喊：“你对得起我吗？”然后一顿拳打脚踢，在家里直接干仗。等到童潇琪上来的时候，她眼看着童潇琪被渣男按在地上，抄起酒瓶就狠狠砸向了斩男的后脑勺。之后，童潇琪因为打中了渣男的要害，进监狱5年。出来之后，在许半夏的车上悲秋伤感，拿出进监狱前给许半夏买的发夹，观众的泪几乎呼之欲出。结果许半夏窗户一开，把发夹扔掉了。风风火火的许半夏没有国产剧女主里的矫情，比起为已经失去了光阴 emo， 她只想抓住当下。第2集里，
许半夏因为想做进口废钢的生意，所以狮子大开口想吃下15000吨的废钢，本金不够的他回家里跟老爹借钱，结果他那个不靠谱的爸每月拿着他的贴补美滋滋，他一开口借钱就一副想把他赶出家门的样子。这要放在寻常的影视剧里，女主指定要一个人默默好久，营造一种自己柔弱不能自理，爹不疼娘不爱，孤立无援的感觉。但是许半夏没有，她软的不来来硬的，直接拿老爹和后妈住的房子说话。出了老爹的门，她虽然表情凝重，但是脑子里全是凑钱，她可没工夫伤感。而且在许半夏的身上，观众看不到影视剧里女主惯有的清高。她作为生意场上的人，点头哈腰，送礼走关系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她不靠美色，直爽又坦诚，大大方方的和各种老板推杯换盏，该低头的时候低头，该利用的时候利用。这次在《风吹半夏》里，观众看的是火力全开的商场大佬，剧情才刚刚开始，但在许半夏的身上，观众已经注意到她女企业家的魅力了。请注意，不少人同时间留意到了赵丽颖的皱纹、孙谦的脸，让这部剧滤镜意外赢麻了。中女其实在国产剧里一直被苛刻对待，但事实上中年女性本就不应该被脸上的皱纹半点束缚，甚至这些岁月的痕迹就是她们成长的勋章。剧中的赵丽颖在高清镜头下就瑕疵尽显，可即使如此，新万我还是觉得她魅力十足。比如在她参加各种老总的聚会时，妆发精致，举手投足都是成熟女人的风韵。而此时的她本身就是靠着各位老总做生意，打点关系那是必然的。在与这个总那个总问好的时候，赵丽颖一笑起来，脸上的皱纹就更加明显，眼睛因为苹果肌的挤压，在眼角有数不清的细纹，嘴角的笑容拉扯着下半张脸的肌肉出现了各种法令纹、口周纹。这个镜头下的赵丽颖不够年轻漂亮，但却依旧很有魅力。剧中女主浓妆的时候，没有刻意抹去岁月的痕迹，而在女主淡妆的时候，依旧没有用磨皮滤镜等后期手段掩盖赵丽颖的年龄感。第一集一开始就是回忆线和现在进行时穿插，在回忆的情节里，赵丽颖的妆容更素一些。特写镜头时，观众可以看到女主的气色并不算红润，眼角暗沉，肤色不匀的问题也很严重。但是从角色出发，许半夏本身就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基层女性，细腻的皮肤、红润的气色本就不该出现在她的身上。不夸张地说，除了赵丽颖本身的演技塑造，滤镜的真实也让角色多了几分烟火气。相比于赵丽颖，年轻漂亮的孙谦面对高清的镜头更是无所畏惧。在高清镜头下，孙谦的肌肤状态明显要比赵丽颖更年轻一些。但是即便如此，真实滤镜下的孙谦依旧不是完美的。做表情的时候，孙谦的额头上有非常明显的抬头纹，嘴角轻轻一撇，观众还能看到他不输赵丽颖的法令纹。关键是孙谦有不少镜头的灯光并不友好，顶光照下来，眼睛底下的黑眼圈比眼睛还大。但即使如此，孙谦在剧中的状态还是充满了少女的活力。在人物形象上，他和赵丽颖饰演的许半夏有明显的反差。他八卦多事，性格开朗，但是心思简单，很容易和有话题的人打成一片。总之，孙谦在剧中不够完美的这张脸，新万我反而觉得很符合剧中角色不拘小节、洒脱甚至邋遢的女性形象。关键是，不论是赵丽颖还是孙谦，哪怕是顶着皱纹明显的脸，也和美女这个词紧密相连。风吹半夏也确实再一次证明，比起磨皮磨到五官都看不清的电视剧，这种真实的画风滤镜同样能被观众接受。如今，风吹半夏还在热播，这部剧上星2集，网络播出4集。无论是收视口碑还是网络热度都表现出色。至于赵丽颖这部剧能不能像《幸福到万家》一样稳稳发挥、高开高走，就靠后续的剧情走向了。另外，新万我也希望和赵丽颖同阶段的演员能参考一下赵丽颖的戏路风格，别在偶像剧的舒适圈里原地踏步。何况对于这个年龄的演员来说，
除了姐弟恋的设定之外，偶像剧不算是30+女演员的舒适圈，许多人一直等待着风吹半夏的开播，从筹备到开拍到路透照释出再到改名，对于赵丽颖还是抱着很大的期待。尤其是在《幸福到万家》里成功塑造了和幸福后，就特别希望能在现代剧中再次看到她的表现。现在《风吹半夏》终于开播，一口气炫了4集，无论是剧情还是演技，新万我都是比较满意的。就连以前看不上的欧豪，在剧中也把童潇琪这个角色演活了。要我说，演员拿到被观众接受的角色，3分天注定，7分靠运气，任何时候都是戏捧人。好的剧本加上好的演员，那就是佳作组成的重要元素。第1集引出了本剧的主要人物钢三角，赵丽颖演的许半夏，黄澄澄演的陈宇宙，欧豪演的童潇琪。3人的相遇源自童潇琪卖井盖，3人的结盟源自卖边角料后分钱。很多人觉得这3人成为好朋友的过程太突兀，但我个人觉得，首先得考虑当时的时代背景。故事最开始的时间线是1991年，那时候并不像现在这样人与人之间戒备心太强。童潇琪卖井盖是为了给母亲治病，许半夏不怀疑的借钱给童潇琪，一方面是为了突出许半夏善良的品格，另一方面则是为3人之后的合作埋下伏笔。1991年到1996年，这是童潇琪空白的5年，因为殴打许半夏出轨的老公被判5年。这5年也是许半夏开创事业小有成就的5年。童潇琪出狱后，直接成为许半夏公司的业务经理。到这时候，故事才正式进入正题，同时3个人的性格也让观众有了初步的了解。许半夏敢闯敢拼，用人不疑；陈宇宙心思缜密，比较沉稳；童潇琪比较沉闷，容易冲动。其实这3种性格的人在一起合作，大家也能够大概猜出之后的某些故事。3个人产生矛盾是必然的，就跟中国合伙人一样，就看怎么去解决这个矛盾。小人物的崛起必然离不开时代的发展。1991年，许半夏还是小废品站的老板，1996年已经开了自己的公司，这里的业务除了国内，也提到了国外。见到的人也不再是1亩3分地的那些，而是开始游走于各个公司之间寻找机会。商人必须八面玲珑，赵丽颖就演出了许半夏的精明，抛弃滤镜，抛弃美颜，顶着被某些人说有疲态的吐槽。赵丽颖这次塑造许半夏是豁出去了，形象和气质上都和角色融合了。是不是觉得赵丽颖在剧中有点胖了？尤其是给到特写镜头时，许半夏为了事业东奔西跑，不停在饭桌上应酬，喝酒熬夜是常事，自然不会特意管理身材。不知道是赵丽颖增肥的效果，还是她真的发福了。总之，她的身材和目前的许半夏很贴近，总不能打扮的花枝招展，一身名牌的去开废品收购站吧？酒桌上谈笑风生，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在几乎全是男人的交流会上，许半夏游刃有余的应付。不得不佩服赵丽颖对角色的把控，在这种商业社交场合，既要表现出老板掌控全场的姿态，同时又不能弄得太搔首弄姿。赵丽颖浑身上下散发着老板的气息。有魅力的女性不是像某些人卖弄身材、穿金戴银、搔首弄姿，而是得体大方，懂得分寸，知进退，明事理。这不是每个演员，尤其是女演员能演得出来的。还有欧豪、童潇琪这个角色重义气，因为坐过牢，身上锐气的收敛，但并不代表要做怂蛋。知恩图报是他的品格，脾气暴躁是他的性格。在母亲墓地跪拜那段戏真的很感人，欧豪恰到好处的眼泪，把握准确的情绪，这才是演技。年代创业剧肯定是以创业为主线，可感情戏肯定也不会缺少。预告片和其他片段都暗示许半夏和李光洁饰演的赵磊有感情戏，或许还可能会和童潇琪有感情戏，这个可以有，但一定要点到为止，不能泛滥，更不能狗血。我最怕的就是因为俗套爱情散伙，因为狗血剧情烂尾。首播4集，观众大多是5星好评。钢三角认真搞事业，
化解一个又一个危机的过程才是最爽的剧情。申万我感觉这部剧在不利情况下持续热度，创出不一样的成绩之后，赵丽颖的下一步有时板上钉钉，妥妥的了。因为资本爸爸就是简单的唯成绩论者，特别是那个吸金小子王一博，更是爆表一出，盛夏惊呼了。如果说王一博是内娱顶流，那一定会有很多人反驳，反正在他们心中，除了自己正主，谁都配不上这个称号，或是依旧将思维停留在所谓的4大3小。殊不知有人已成昨日流星。而事实上，一部电视剧的好坏的确要看观众的口碑，可一个艺人是否有流量，业内才是最知道的。艺人不论参加什么节目，演了什么电视剧，出席什么活动，终归是要靠平台播出的，而且出品方、策划方也都一清二楚，丝毫不会因为外界对艺人的唱衰而去无数真金白金的数据。很明显，王一博的存在就是完全符合业内对顶流能力的评判，不然他也不会在整个娱乐圈都变得炙手可热。众所周知，财报对于一家公司有多么重要，他们不敢也不会造假，没人敢承担后果。所以，当王一博被能够上公司财报被表扬时，粉丝们的那股子自豪感可是抑制不住了。冰与火在阿里第3季度的报表中是重点表扬的存在，是招商率100%的冠军。这就是街舞第3季和这就是街舞第4季被阿里连续2年表扬，最近刚刚结束的第5季也被重点表扬，有匪被华策表扬，鹅厂重点表扬，因为这部剧破了鹅厂的招商记录。光王一博代言的百雀羚就投资赞助了1.2亿，鹅厂的招商因为王一博赢麻了。风起洛阳灯猕猴桃2021年第4季度和2022年第1季度财报，王一博的个人贡献率达75%。王一博从数据上来看，的确是个福星，无论是从演戏还是舞蹈方面，只要有他的地方，那平台绝对是赚翻了的。所以啊，当王一博3个字一出现时，很多人觉得那仅仅是一个艺人而已，可在真正的业内面前，他们才会清楚那些意味着什么。故此，王一博被各种传言塞饼，他会出演各种电视剧。如果那些是真的，那么王一博的拍戏时间恐怕都要延续到2026年，他跟乐华合约又一次到期还拍不完了。那么，为什么这些资源明明知道王一博不可能接，却依然乐此不疲地溜着王一博呢？那当然是看中了他的资源转化率。不单粉丝们口中王一博的足够优秀，他的商业价值有多高，而且在各平台的眼中，王一博依然可以靠自己为平台带来如此多的营收。换言之，职员表上有王一博，那就万事不用担心了。可惜王一博不可能真的出演那么多资源，于是在他不会费力打假的情况下，利用王一博的名字在网友们面前过个眼熟，那也是不错的。后续真的播出，也是一部被王一博拒绝过的电视剧了。除了电视剧爱盯着王一博，街舞也是如此。第5季的节目就是总导演陆伟去求来的，只不过王一博看在曾经合作过，自己还是平台代言人，赞助商是自己代言的品牌，外加真正希望推广街舞的份上答应了。据说下一季还要继续邀请王一博，就不知道后续他是否还会继续应允了。艺人火不火，粉丝说了不算，交给平台吧。艺人能否创造营收，他们还不知道吗？而王一博已经是可以被登报表扬的存在了，所以王炸姐姐的成绩单也是让申万我看的眼花，数字实在太多太拉了。首播4集，全网热度就超越14亿。风吹半夏这个前期成绩在同期剧里边可以说是一骑绝尘的了，能做到观众期待值这样高，一是阿奈的原著影响力，现实向的小说改编成剧之后，能够吸引各个年龄层段的看客。二是实力演员加盟的视听盛宴，李光洁、刘薇等主旋律剧里的熟面孔出场及实力保证。三是女主赵丽颖的流量，作为八五花里近2年得到正能量题材认可的演员，她的上一部转型之作《幸福到万家》是央视都想买来上星的程度。豆瓣评分虽不算很优秀，
但好在评价均是正面的，带着前作成绩优秀的光辉，老二风吹半夏登场。但或许成也流量，换也流量，这部剧首播评价里边可掺了不少的1星点评，是能直接刷一页面的节奏。而其中大多是对赵丽颖的吐槽，比方说身材状态管理不佳，毫无演技硬凹，风吹半夏被指剧情难看。面部微肿，皮肤并不滑润。年过30的赵丽颖在正片里边法令纹是明显的，不笑的时候也能够看见，且与几年前她呈现在荧幕上的稚气相比，此次她的状态并不算完美。等等等等，如此类推，甚至是如低分评价所言的，是有些发福了，身材管理没有做到位了。除开状态不在少女之外，赵丽颖还被指担不起许半夏这个坚毅女老板的设定，无时无刻不在瞪大眼睛，一直嚷嚷比起出演正剧，她这样的表现还不如去偶像剧里来的合适。点评完演员，《风吹半夏》这部以商业战争与女性成长为底色的剧，也因为剧情涉及到的知识点太多，看起来显得有些枯燥，而被指无聊。在1星评论里，这部剧可谓是一无是处，但正片真是如此吗？申万，我首先烦请您自行暂停屏幕，观摩一下黑粉言辞当中亮晶晶的2个字，这2个字是不是被申万我反反复复提到无数回了？明晃晃属于2022年开始的时代正剧的主旋律，对不对？有时候不懂政治，不讲政治，黑了也是白黑，纯粹是为赵丽颖锦上添花，坐收渔利。从更多的5星评价来看，这部剧的可看点还是多的，观众对赵丽颖的评价才是真的戳心。为戏为角色增肥，赵丽颖走实力派路线，情节大胆，戏剧矛盾感拉满。许半夏是个带着一身匪气的狠人，撞见老公出轨的她没有隐忍，上去就把渣男与小三都打了，就算被掐脖子掐得脸都红了，他的眼神也绝不是求饶的。小童开小差，没有给他弄假的白酒，他就真的猛干了一瓶真白酒，把现场的男人都看呆了。之所以许半夏敢如此肆意的活着，是因为他的原生家庭足够破碎，亲妈死去，亲爸再娶，后妈嫌弃，从小就感受过啥父母亲情的许半夏，只想着打下自己的商业江山才好。这样目的性明确且事事果断的女子，断然不会是唯唯诺诺、天真无邪的模样。赵丽颖为戏增肥，反倒是将原著里那股子富贵女老板的气势拿出来了。等等等等，这些相对客观的眼睛说得相当有味道。申万，我依旧感觉人民群众的眼睛雪亮程度很高。且剧情设定里，她本就不是少女年纪，还在男人扎堆的商场上打拼了那么多年，身上有股子成熟气是正常的。在宴席上，野猫看见小童注意着许半夏，就说女朋友感觉比你大似的，可见剧本里也没安排赵丽颖装嫩，反而是要她诠释出众女该有的气场。所以赵丽颖所谓的身材管理不好，反倒是许多人好评的原因。作为一部时代励志剧，《风吹半夏》的故事从上世纪90年代讲起来，讲的是做生意那点事，情爱部分很是少。作为偶像剧看，自然是觉得不够的。可作为爽文剧看，许半夏的不羁给足了看点。她在商场上的手段快准狠，金手指开得有理有据的，从抓出轨丈夫到贪图污染，带着年代特色的剧情越发高能。每一集都悬念重重，难怪讨论度能上去。越是顶流出演的剧，这积压时间就相对越短，因为项目一般都做得完美，送审快，这过审自然就也飞速了。不压剧，无论是对于演员还是粉丝来讲，都算是一个好事情。特别在这个风云诡谲的大时代，快就比人强。以播剧快为标签的《90花》里是迪丽热巴，开年后3月上线的《玉娇记》是其21年6月才杀青的，用了不到1年就成功抬上来了，并且还得到平台内部首个破万指数的好成绩，被认证为开春第一爆款。可随着鲜花掌声一起来的，还有免不了的吐槽之声。在剧播出期间，就有低分评价表示迪丽热巴这表演状态非但没有好起来，
反倒是越演越回去了。就算热搜词条上夸赞演技的，底下的评论也是两极分化的。但一个演员的知名度到达了一个比较高的峰顶，那观众对其实力的严苛是必然的。不止迪丽热巴是这样，连比她早出道好几年的赵丽颖，这新剧上线照样是没逃过一星刷屏。有人说，这个35岁赵丽颖新剧首播即大火，却被对尽显老态、眼神无戏、人设硬凹。这些人老是寻找别人脸上的胶原蛋白，而不是演技，实在让申万我醉了一次又一次。风吹半夏、星网双星还没上线之前便长时间霸屏期待榜单，如今正片来袭，首播评价数量猛增，跟着长篇好评一起来的，还有对赵丽颖表现的质疑。早在她复出有翡之时，其过分清瘦的脸与略微凹陷进去的眉眼，就被指状态不够青春态，不能演绎少女角色。如今到了风吹半夏里，剧组后期不磨皮的操作，使得她的暗沉的眼袋放大表情时就会有的双下巴一览无余，就更让人断定她老态尽显。在荧幕上总是给人一股积极向上、甜妹本性的赵丽颖，被吐槽状态不对之后，自然也就离不开挑点她眼神戏强度不够。许半夏这强硬女老板的人设放在她的身上本就不合适，出演就是硬凹等等诸多。然而35岁赵丽颖出手的风吹半夏这张牌就真的不好看吗？也未必。就剧里情节台词所呈现出来的效果而来，她所打造的许半夏是成功的。许半夏内核仍是阳光，因丈夫出轨而愤怒打架，毫无保留贡献疯子演技。胖子老板许半夏的内核仍然是积极的。父亲在娶后妈排挤，只问要钱不管感情，他也能忍过去。后妈假惺惺地说女儿没个钢琴学不好课，这钢琴也不贵，也就不到5000的时候，许半夏二郎腿翘着，眉毛一挑说没有问题。随时都可以去买，看着就一副淡定的样子。而当他借钱失败，亲爸与后妈阴阳怪气他时，他嘴巴往里边一收，压抑住了很劲，不急不慢地站起来，环看了下四周，慢悠悠表示这房子的房产证上写的可是自己的名字，实在不行闹上法院，自己也是有理的。去借钱这场戏，既展现了许半夏的隐忍，能笑嘻嘻的与两个白眼狼说笑，也直白地告知了观众，他就是不好惹的。亲爸后妈不干，直接搬出法规，也不管他俩怎么想，自己就是要做生意，诠释了许半夏的狠。赵丽颖在第1集里就表现出了许半夏的疯。看见丈夫出轨，她第一反应冲上去就打，边打边喊着对方可真是对不起自己，而后抓着小三就想往角落里拽，即便是被王权掐住了脖子，他这眼神里头也是淬了毒的恨。尖利声响起，许半夏在冲动之下表情狰狞，一瓶子就砸在了王权的头上，全程不顾形象，只带入角色。这砸得越狠，表现得越疯，越能显得他的演技稳当，这才是教科书般的疯子演技。这种演技在黑粉的眼里完全脱离了赵丽颖的古偶清纯，所以实在是不应该。所以逻辑严重影响了智商，智商严重压低了逻辑，恶性循环了。看一个人真的要全方位、全年龄去审视，眼睛光盯着某个时间点、某个作品的话，那是现代版的刻舟求剑。不知道您认同申万我的说法不？这不，一位相当聪明的奥迪总经理，同时也是王一博的粉丝，讲述了自己为什么会如此欣赏王一博。他看到了并总结了王一博身上的3个特质：一、内核稳定。王一博拥有清醒的自我认知，知道自己有什么能力，同时也知道自己缺少什么能力。在鲜花掌声或是潮汐喧嚣入耳，我心中自有丈量。确实，目前为止，网络上还是会有很多人拿他不擅长的点黑他。王一博知道吗？他知道，所以他从来不避讳在公开场合说自己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他说他是个新人。但同时，对他擅长的舞蹈这些，他也会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魅力与影响力。比如这次这街舞总决赛的舞蹈带动起的全网街舞热。2、拥有拒绝的勇气和强大的逆商。王一博曾说，
没做过不喜欢的事，因为都拒绝了别人帮你决定的东西，你都做得挺厉害的话，也会让别人心服口服的。我看过很多王一博的采访，有很多人说他常常对主持人，但这种对实际上就是当面拒绝自己不喜欢做的事，这一点我相信很多人都做不到。关于强大的逆商这块，面对被安排命运的时候，大多数人是抱着一腔愤怒的，但从小远赴韩国的王一博很早就经历了太多的被安排。他拥有这种强大的逆商，我想除了他本人的性格外，更多的是一点一点磨练出来的。3. 赤子之心和自我提升，在精神独立上投资自己。他将自己的每一样兴趣做到纯粹的热爱，在为数不多的公开场合，我们都能感受到他每次非一样的进步。他在追求自我提升的成就感的同时，其实也给予了爱他的人追求梦想的更多勇气。我觉得这位总经理说得很好，这也是王一博能够被这么多人喜欢的原因。希望我们都能真正学到他身上这些难得的品质。每次说他一炮而红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在跨年晚会上找灯牌的一博，直播被骂到哽咽的一博，新年愿望是多点工作的一博。每一个都那么让人心疼，但又是一步一个脚印踏实走过来，才拥有现在的成就的大男孩。大老师说过一句话：一博跳舞好看吗？那是他用童年换来的。他13岁独自去韩国追逐梦想，他现在所有的成就都是他多少个日日夜夜换来的。年少时当练习生，被黑粉恐吓，而公司却认知放肆，生病了刚恢复就日夜拼命练舞。我想说的就是他很好，值得我们来守护。他努力了10年，最后却换来的是一夜爆红。他为了证明他不是花瓶，他努力，他会演戏、唱歌、跳舞、摩托车、滑板、变魔术、悠悠球、B-box。对于他的一切，我只想说，你值得我喜欢一个10年又一个10年。10年不曾放弃，你们有几人能做到？浓墨重彩的做，轻描淡写的说。他说的简单，经历过的苦只有自己知道。你们又凭什么说他一夜爆红？我倒希望他是一夜爆红，可这一夜太长。这就是今日的王一博，实际上学历满满的王一博，他的每一天都充实和扎实。这跟赵丽颖的7年群演如出一辙，没有社会大学，没有横店大学，赵丽颖的知识和演技如何积累和学习？这个简单的道理，无数的黑粉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只想说，一夜成名，一夜10年，10年就是妥妥的最高的学历和成绩。王炸弟弟王一博用拼命换成绩，用伤痛换学历，这条充满荆棘的成名之路，是大多数的人想象不到的。申万我之前常说的陈飞宇，即便有爸爸妈妈的资本去嘲笑王一博，但他自己真没有一星半点对自己狠，对自己玩命的玩命和忘我，因为他不敢也不舍得自己的千金之躯，自己的温室之花。赵丽颖其实一样，申万我镶金的铁口反复说过，土气是社会主义大家庭的证据底色和演技刚需，没有土气就不可能换来金杯银杯，影帝视后，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艺人的明天除了对自己更玩命更地气，实在没有更多的选择，因为蛋糕快要分完了。